有 real 强爽，行走江湖强过想象。邀请您一起收看标人39.9元赤铜加1元，摇出新味道，一起摇着看标人。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滚！没你的事。火气挺大呀。我只说一遍，下一刀就直接砍了你的马。这刀不错，不过再砍5、6人，这刀就得崩了。等你被插成肉串，我再来收拾残局，照样能收了你的马车。反正我不亏。要不要应承，就看你怎么选了。我再跑3圈，你好好琢磨。大哥，他们在干什么？刀马有刀马的道理。喂，别逞强了，先答应再说呀。还剩2圈，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逞一气？你快答应了！先把我放了！最后1圈。不闹了，不闹了！芝麻妈，我答应了。哦，原来这是小妹妹做主吗？哎，你不说话，就当是应承了。好，那就算是成交了。不过，我还得加个条件。我们是生意人，要到关内进货。你们2位是去哪儿呢？长安。哼，那巧了，咱们正好顺道。来，认识认识，我叫刀马。幸会，我叫阿月啊，你们不要紧吧？我叫小七。记住也好，记不住也好，我的名堂很重要。知识郎要坐马车，知识郎要坐马车。小女子是燕子娘，江南人士，多亏各位出手相救，尤其是这位大哥。哎呦！哟，这位大哥不止身手了得，还这么体贴呢。举手之劳罢了。我说，
好好一姑娘，不能像条狗一样被拴着吧？朋友，把姑娘解开吧，这便是我的附加条件。谢了。你一个江南人，怎么跑到大漠里来了？说来话长，奴家命薄，打小被卖给了一个糟老头子，饱受虐待。想那杨司空府上的红拂姐姐，都能勇敢地跟李药师私奔，我就想给自己争一争。那这位，他，这位小郎君正是给那个糟老头子卖命，来捉奴家回去受死，一来就把我给绑了，一路上半句话都不说。我是问他姓名。奴家也不知道他叫什么，只可惜这么好的身手，却要给那个老头子当狗。是我。哦，幸会了。那么诸位，先上车吧。安妮，拜托你了。哼，我干嘛要听您指挥？安妮，请你驾驶马车吧。哦，好的，小姐。小子，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，赶紧离开！乐四爷在那条船上。乐四爷是你想找就能找的吗？你是什么东西？找死啊！我只问一遍，乐四爷，他在。这位壮士，壮士，这边，壮士，乐四爷有请。年轻人，想在长安立足，知道规矩吗？知道。先敬您一杯酒。不过话我先说在前头，长安是天子脚下，市井里办事规矩也比外地多。外来客想在长安落脚，主要看底子，光有手艺还远远不够。请赐教。若家谱跟官家挨得上，就能到东市挂牌，做官府的生意。要是哪边都挨不着，就得靠自己积德，到这虚市来开张。你是单名一个庶，对吧？有名无姓，便是没有家谱。这年头，像你这样的人多了去了，今晚就离开吧。长安容不下你这种没家谱的刀手，凭你的手艺，去南方也不愁发财。我就是从南方来的。这年头，各门阀豪族都在暗中招兵买马，想要在北方发财，陇西、幽州、青州都有大把的机会。我不想替达官显贵卖命，我只想在长安落脚谋生，因为这是我的故乡。想在老家继续做以前的买卖，只要乐四爷肯为我搭桥，
开张后每笔账都分你7成。你既不要财，也不要名，对长安这么执着，不只是因为念家吧？年轻人执着是好事啊。罢了，按规矩，想接我的酒，得先送礼金。但礼金今天我不收了，我要你替我办一件事。2年前，杨司空府上有个家妓叫洪福，跟一个小白脸跑了，到最后都没找回来。大人物出了丑，街坊们一直乐到现在，我也跟着笑话。但最近我笑不出来了。我家里有个小丫头，有样学样，也跟我的小喽啰跑了，让我也跟着被笑话呀。我要你办的事很简单，把他俩活着带回来。要在大兴城坊间立足，得讲德行。这就是你要积的第一个德。德行积够了，你的身份便不成问题。当心点儿，那丫头很机灵，莫出了差错，让大家都没面子。哎，你看够了没有？小妹妹不要紧张，我只是觉得这位大哥有点眼熟。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像在关内看过一张悬赏令，好巧不巧，那画上的人长得跟大哥，还有大哥怀里的孩子一模一样。说那人杀了个官儿，被悬赏5万金，引得江湖上大把人出关追查呢。大哥可不能大意哦，现在的人为了钱，什么卑鄙事都能干得出来的。要不，你还是把他拴起来吧。不用了，就这样，别让我卷入你们的麻烦就好。很好，追上他们了。今晚可能会起大风沙，我们动作得快点，要赶在他们前面进入驿站拦截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裴世举要我们5大家族去介入他们之间的争斗？管他想什么，这只是一场交易。我不相信外来人，他们跟突厥人一样，嘴上是蜜，袖里是刀。哼，不知什么时候就会捅向我们后背。我不相信外来人，但同样，我也不相信你们任何一个家族。不过，我们已经回不了头了。安玉亚要怎么处理？他要是碍事，也一并除掉。哼，下不了手的话，我帮你。不用，谁也不能成为我的阻碍。我们几个家族能否进驻中原，就在此一举了。
且看那晚霞所想带我归来，吞天灭日，自踏混沌色彩，终于崩坏，妄想掩埋，而我只手翻江倒海。长空突远，走马狼烟，朝夕蜜雪。说还是该